创建八卦掌辅导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朋友们，大家好。在前几集我们讲到了李子明先生和北京八卦掌各支系老拳师及传人们创建北京武协八卦掌研究会的初心和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普及、提高和发展。而怎么来普及呢？李子明先生首先想到的就是创建八卦掌辅导站，这是普及八卦掌最好的途径。过去靠徒弟拜师来学习传承，那个时候一个老拳师带几个或十几个弟子，相对是松散的，人员、时间、场地都不十分的固定。而建立辅导站就大不一样了，首先是场地固定，教练固定，学员人数稳步增加，教学增加了计划性，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在北京八卦掌研究会负责人员统一认识之后，一共在北京各区建立了26家辅导站。您看，这是当时辅导站的站旗，虽然小，但是特别有时代感。再看这个本子，这是老会长李子明先生亲笔记录的辅导站留底儿。建立八卦掌辅导站要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关注和参加。但是作为一个新生的民间武术组织，没有那么多经费去打广告，怎么办呢？20多年前，李子明先生的夫人献启华女士这样回忆道：研究会呢成立了，没有经费，正赶上北京晚报吕惠民2位同志采访李老，就说李老把这个没有经费的原因跟吕惠民说了，就说这个八卦掌优越性，李惠民先生听着很高兴的。后来就说没有经费，他大力支持，要登20来个辅导站呢，得不少广告。后来就算报道。当年北京晚报对八卦掌研究会开办辅导站进行了报道，这在当时也是一大新闻。因为经过特殊时期，许多青少年要学习传统武术，正苦于无师无门，这对于他们的学习来说是有极大方便和益处的。当年八卦掌研究会的教练们年龄大多在40到50岁之间，他们大多自幼习武，师承名师，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北京晚报的报道加大了八卦掌辅导站的知名度，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些群众到某一个辅导站去学习，但是教练还没有到位，于是群众就给报社打电话，报社又给李老打电话，这下子可把老人家急坏了。大家积极性这么高，可不能让群众们失望，出现问题马上解决。最终在子明先生和八卦掌各支系老拳师及传人们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八卦掌研究会辅导站逐步的建立和稳定下来。这是20多年前老会长李子明先生的夫人献启华女士的回忆。当年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但说起八卦掌的往事，她仍然是记忆犹新，滔滔不绝。她是这样回忆的：就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徐悲鸿馆、展览馆、紫竹院、瑶台都成立起来八卦研究会的站，最多的300多就普及了。毛主席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哎呦，这就普及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卦掌辅导站的建立在当年也推动了其他拳种的普及和发展。有时在一个公园某一个地点，就有几个拳种一起来传授和教学。您看
这张黑白老照片是80年代李子明先生在公园里义务传授八卦掌。这是13年前一些辅导站的照片。2013年，八卦掌研究会在西黄针根北街办公，期间一次就发放了45面辅导站的旗帜，现在已经发展到了70多个站点。饮水思源，感谢各个八卦掌辅导站的坚守，感谢各个八卦掌辅导站老拳师和教练们的无私奉献，更要感谢八卦掌各支系老前辈们为我们今天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今天的辅导站是在40多年前的辅导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辅导站的站点越来越多，我们的站旗越做越大，我们的旗帜也越做越漂亮。也期望八卦掌辅导站不仅有数量，更要有质量，真正实现老前辈们普及提高发展的目的，团结一心，为全民健身和传统武术的发展贡献新的力量。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重大的历史事件